蓝曦臣收到消息后，匆匆赶往藏书阁，一到门口便愣住，呆望着眼前这一幕，无比震撼。只见室内一片狼藉，遍地鲜花碎纸。魏无羡抱着蓝忘机的脖子，整个挂在他身上，目不转睛盯着他。蓝忘机紧闭双眼，紧咬牙关，脸上红红白白，在崩溃的边缘试探。忘机，魏公子这是？蓝忘机摇了摇头，痛苦道：我不知。早上楚水行渊的时候还好好的，一回来不知发什么疯，赖上他了，张口拦战闭口拦战，他去吃饭要跟着，练剑也要跟着。云深不知处就这么大，甩是甩不掉了，凶几句却也凶不走。蓝忘机躲到藏书阁来，刚缓一口气，魏无羡又阴魂不散地出现在窗边，唰地翻进来，抱着一堆花花草草要送他。二人争执间可能起了什么误会，蓝忘机气得记不清自己说了什么。等反应过来时，魏无羡已经黏糊糊地爬到他身上，不肯下来了。如果平时的魏无羡是个麻烦，那么此时的魏无羡是场灾难。蓝忘机束手无策，不得不求助自家兄长。蓝曦臣避开地上的东西，小心走进来，在魏无羡身旁蹲下。魏公子。魏无羡扭头看他。蓝曦臣道：魏公子，你与忘机出了什么事吗？能不能先放开他？魏无羡摇头：不能。为什么不能呢？我喜欢蓝湛。是蓝湛自己说，有本事就一辈子跟着。忘机，你说过这样的话吗？此非我本意。我知非你本意，但气话也是话。魏公子现在的状况，的确不大对劲，可能是早上那一趟出了什么意外，在查清原委之前，还是需有人照看的好。既然他跟着你，你也同意让他跟着，不如先屈就2日，我尽快帮你们解决。于是，在蓝忘机的不可思议、不明就里、难以置信、荒诞不经中，开始了和魏无羡形影不离的生活。初夜，蓝忘机用碧尘拨开隔间的门，冷冷道：你就睡这里。魏无羡眨巴着眼睛，看看他，又看看那棺材板式的小床，似要说什么。蓝忘机已经头也不回地走出1丈开外。亥时的钟声正巧敲响到最后一下，霎时间静了，只余脚步沉沉，吞着厚厚的回音，吐着重重的火气。进室的主榻与隔间相离2丈左右，不远不近，此时微如唇齿。蓝忘机将仅有的屏风搬出来，拦在2厢之间，屏风上的水墨风景令他宽慰了些，恨不得隔了万水千山。再把衣服都挂到屏风上，连影子也不要过来，熄灯躲上床，好像这屋里藏着什么洪水猛兽。受蓝曦臣之托，他将魏无羡看护在身边，吃饭带着，练剑带着，以竭尽所能。未曾想睡觉还要带着，饭已经吃不下去，剑也练不舒心。他的进士，一方净土，如今也遭到魏无羡的荼毒了。蓝忘机痛不欲生，楚水岁还是早上的事，却仿佛此去经年。他将被子拉过头顶，似要逃避现实。反应过来，这种不明所以的举动很不姑苏蓝氏，又奄奄放下，紧闭双眼，祈祷明天的魏无羡恢复如常，一切回归正轨。退1万步，如若不能，起码在梦中不要看见他。这样提心吊胆地睡了一会儿，室内静悄悄的，只有半开的窗外不时传来风吹拂草木的声音，而所能及只有他自己的呼吸，浅浅冲刷着黑夜。可蓝忘机越睡越觉得不对，猛地一睁眼，魏无羡正抱着被子伏在床尾，身体弓成一只猫，试图越过他的脚，渡到里侧去。蓝忘机登时坐直了身，道：回去。魏无羡装傻：什么回去？回你自己床上。那床太窄了，我睡不着。说罢小腿一收，登上了床。蓝忘机瞳孔一缩，差点跳起来，后背哐地撞在床板上。自幼他便独房独睡，连亲兄长都不曾碰过他的床榻，眼下却被人光明正大的玷污了。即使在黑暗中，那双恶狠狠的眼睛也能将对面的人千刀万剐。字字咬牙道：下去。魏无羡无辜道：你不要这么无情嘛，这张床这么大，都够睡3个人的，我睡相也不是很差，不会把你怎么样的。蓝忘机抬手去捞床边的碧尘。魏无羡叫道：好好好，我下去我下去。也不回头，膝盖一蹭一蹭的后挪，像滩水似的滑了出去。
躺到床底下，没了动静。蓝忘机探头一看，发现他正挨着自己的床榻打地铺，警惕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魏无羡道：“你不让我在床上睡，那我只能在地上睡了。”蓝忘机翻身下榻，揪着魏无羡的衣领，把他拎起来，拖麻袋似的往隔间拖。魏无羡夸张的哎呦两下，抱住蓝忘机的一条腿，阻止他行进，口口声声云深不知处，禁止私斗，禁止霸凌。蓝忘机甩不脱，便单手将魏无羡从他的腰整个人拎了起来。不得不说他力气实在惊人，魏无羡好歹与他身形相似，直接就着魏无羡的腰夹在腋下，肩不斜背不弯，好像夹着一件无关紧要的行李。行李连连惊呼，虽然脚还是着地的，胡踢乱蹬一把，怎么也挣不开。蓝忘机径直把人夹到隔间的床上，扑通一丢，扫地出门的架势，又将他的被褥扔了进去。怪不得他气恼，隔间的床瘦是瘦了些，短是短了些，睡一个魏无羡绰绰有余，什么太窄了睡不着，着实无理取闹。魏无羡张嘴还要叫，只发出一串蓝忘机将他禁言了事，拍拍手上莫须有的灰尘，道：“再闹，出去。”回到床上，他发现刚才急昏了头，竟连外衣也没穿，抹额也没系，又是一阵气血翻腾。那边隐隐的呜呜了一会儿，后来也安静下来，想是知难而退，彻底消停了。蓝忘机得以安心休息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，闭上眼睛。然不知是被魏无羡气的，还是睡前运动过激，往日不多时便能沉入梦乡，今日却辗转反侧，怎么也睡不着。一想到人间祸害正与他共处一室，2丈不到的距离，使得竟是如此陌生，危机四伏，床变得又硌又硬，月光是热的，夜风也是燥的。不知躺了多久，可能已入子时，蓝忘机依然没有一丝睡意。这状况令他始料未及，心底对魏无羡的憎恶又多了一分，左右睡不着。今日也尚未修炼，不如趁此良机去冷泉静静心。蓝忘机刚掀起被子一角，忽闻隔间传来声音，警惕地定住不动，侧耳倾听，不知魏无羡是否又要作妖。屏风上的山水一晃，一个人影钻出隔间，果然还是没睡。以往这个时段要是在外巡夜，没准儿还能逮住他翻墙喝酒。蓝忘机默默望去，这个角度月光都雪亮，将那方映得分明。而蓝忘机的床榻隐在暗处，对方看不清他，他却能尽收对方的一举一动。魏无羡还像之前那般怀抱被褥，踮着足尖，蹑手蹑脚地绕过屏风，盯着这厢看了一会儿，没再靠近，离他床榻3尺远的地上铺开了被子，拍平褶皱。月光下看魏无羡的轮廓，好像湖水在波动，一头黑发披散，发丝细致清晰，便是他们荡出了湖上涟漪。刚才打闹过火，衣服松松垮垮的，前襟已经敞到胸口处，时不时随他倦倦的动作亮起玉色的一小片。魏无羡终于铺好被子后，又看了他一眼，似在留意有没有吵醒他，稀松而平常，仿佛做了无数回，过去每一天，将来每一天都是如此，一直将如此。那眼神也率真的紧，脆生生，意浓浓，连蓝忘机都被感染了3分。即刻想到他现在中了邪术，当是相当喜欢自己，很多行为也不是他愿意的，身不由己罢了。魏无羡钻进被窝睡下，蓝忘机却睁大眼睛盯着床帐上垂下的一小截，不住的失神。又躺了许久，蓝忘机悄悄起身。魏无羡已和周公不知下了几轮，睡得乱糟糟的，四肢裸露在外，和被子卷在一起，好像被卷云纹绑了手脚，黑发收不尽，滚了一地。睡颜乖乖的让人打量，浑身明明暗暗，波涛起伏。蓝忘机居高临下的看着他，似在考虑要不要将人打包扔回隔间的床上。月亮浮窗，地上的影子一点一点的拉扯挪动，有些到他脚下，有些到魏无羡脸上，斑驳的像一片片羽毛，竟有为他拂去的冲动。蓝忘机转身推开净室的门，逃进苍凉夜色。蓝启人一走，云深不知处，群魔乱舞。从此听学听的是逃学，练功练的是口功。世家子弟们盘点着后几日的计划，只觉这儿也好，那儿也想去，恨不能一分为8，兼顾各个方向。
姑苏人追求口福，除了美酒天子笑，还有许多名产，以花糕花点为甚，单一种花便做出10余个味道来，形状也千奇百怪，数不穷尽。桃李时节正是百花齐放的时候，家家户户倾力出动，搬出自己最好的手艺和秘技，你争我抢，拉拢生意，许多百闻不得一见的名品得以昙花亮相。此时不尽欢，更待何时？往日这些事情少不了魏无羡的，凡吃喝玩乐、醉生梦死，比本地人还要精小，便有人来讨教他。魏兄，你上次说的那个花瓣酒酿的点心叫什么来着？魏无羡道：阳春4月饼，外酥内软，用10年桂花酒发的面，玫瑰和橘皮调香，有4种馅料：枣泥山药、白果杏花、松仁桃仁、蜂乳焦糖。4月饼和鱼米糕哪个值得一尝啊？魏无羡道：各有千秋，4月饼松软，云米糕是糯的，口感细绵，下酒当属前者。但说起云米糕，采邑镇上2家最有名的铺子都是一绝，甜而不腻，入口即化，配上碎花生和芝麻，啧啧，2声啧啧胜却千言万语。有人口水已经流了下来，两眼放光道：不知今天魏兄打算去哪家呢？左右的附和：没错，魏兄去哪家，我们去哪家。魏无羡奇道：谁说我要去？这云深不知处，我还没好好逛过呢，难得清闲几日，就不出门了。你们去吧，别忘了给我带点回来。众人大惊：什么？魏兄你不去？聂怀桑迷迷糊糊站在一旁，好似在发梦，从没听魏无羡说过这样的话，压低声音问：魏兄这是怎么了？江澄哼道：整天嚷着下山，昨日在镇上待了半个时辰，又嚷嚷着回来，天知道他脑子里想什么。聂怀桑擦擦汗，打开折扇摇了摇，记起另一件事，靠过去用折扇掩着嘴道：魏兄今早上去找你，怎么不见你人？昨晚没在房里睡吗？他这般小心翼翼，以为魏无羡又鬼混去了，怕一旁的蓝忘机听见。魏无羡道：昨晚我在蓝。唰的一声，蓝忘机站起来，夺门而出，背影气势汹汹，好像什么妖魔鬼怪，正等他降服。魏无羡见他走了，忙也3步做2步颠颠的跟上，一白一紫纠缠而去，丢下众人大眼瞪小眼，与江城的惊疑万状。这日天气明朗，无风无云，鸟雀啼得欢，花开在枝头，也是稳稳当当。魏无羡掂了一朵在手心舞弄，时而抛来抛去的倒腾，时而收拢纸烧，好不快活。但那花瓣软了，向后一扔，连蹦带跳的追上蓝忘机。蓝湛，等等我！哎，你要去哪？练剑吗？还是打坐？我陪你吧。蓝忘机道：不用。拉开一拳距离，不与他并肩。魏无羡道：怎么叫不用？无论清心修行，都讲究相得益彰，练剑就不必说了。2人过招，总比你一人空挥来的实在。咱们所习剑法不同，还能交流1、2。姑苏的剑法沉厚，云梦的剑法轻灵，且切磋琢磨，一定能有所受益。你觉得呢？蓝忘机越走越快，脚下生风。再者，打坐也是可以2人的，你没听说过吧？我们云梦有个专门给2人打坐的法子，叫做同坐或连坐，效果很好的。1个时辰坐下来，相当于2个时辰的调息。有空我教你啊。这话倒是不假，云梦却有连坐一说。入定后，2人的气场交汇，相互增益，有时还可以3、4人一同连坐。然若有一人波动，另一人随即破功，状态和气息都被扰乱。此法创立之意在于鼓励学子们彼此督促，因少年人活泼好动，而打坐枯燥，难免会懈怠。连坐中顾及到另一人的修行成果，往往坚持久些，但也仅限于此，与效果很好相去甚远。勤者自然无需此法，非堕急怠者，就算连坐也会串通一气，没2下就勾肩搭臂的偷懒去了。蓝忘机本欲往藏书阁，见实在甩不掉他，脚底一拐，来到韩氏前，轻轻敲门：兄长。魏无羡发觉这是泽无君的居所，自觉停下脚，留在白白粉粉的花丛外。韩氏门开，蓝曦臣手拢着外衣前襟，面有倦色，道：忘机，怎么了？蓝忘机顿了顿：水行渊一事，兄长可有定夺？水行渊的问题着实棘手，虽列出了方案，却不是1、2天可决断的，还需从长计议。
蓝曦臣看着表情似乎异常冷峻的弟弟，再看不远处的魏无羡，心下了然，便道：“进来说吧。”魏无羡目送着蓝忘机的后脑勺引入韩室，夺来夺去，踢腾石子。蓝曦臣笑道：“魏公子也进来吧。”魏无羡眼睛一亮，蓝忘机不满的低声：“兄长，我查了些古籍，尚未有发现，这件事还需当面问问魏公子。”蓝曦臣道：“情况无好转吗？”蓝忘机摇头。蓝曦臣沉吟：“如此当不是邪祟所为了。采邑镇附近的邪祟我们都有记录，能迷惑心神的也不过维持半日，只怕另有蹊跷。”寒室内，幽香带熏风，几竿竹节栖斜，窗户上的卷云纹绣帘轻轻浮动。三人在折屏前席地而坐，蓝忘机俨然正色，目不斜视，却与蓝曦臣论起了水行渊。兄长的办法，昨日详思，几点疑难之处。蓝曦臣道：“何疑何难？”其一，白柳湖位于碧灵湖上游，如迁移必然溯流而上，难。蓝曦臣点头，确实如此。其二，白柳湖附近虽无村镇，却是几条山路必经之地，行人诸多，难保无意外发生。这个我也明白，正在考虑对策。其三，白柳湖除位置外，深浅大小与碧灵湖无二，即便迁过去，也是扬汤止沸，非治本之策，反而徒增10里路程，劳而少功。魏无羡憋了一会儿，终于忍不住插嘴道：“泽无君、蓝湛，听你们的意思是想把水行渊赶到另一片人烟稀少的水域，就镇民于水火，再行打算。”蓝曦臣微微一笑：“正是，好主意。除不除的去大可另说，先把他拉远了，是杀是剐都方便些。其实我有个想法。”蓝忘机睨了他一眼，魏无羡大大方方的回望，蓝忘机又挪开视线。蓝曦臣道：“哦，是什么想法？”以暴制暴，以毒攻毒，水行渊转移到白柳湖，找来100余凶尸邪祟，置入湖中与之缠斗。不要不了100余，那水行渊年龄尚浅，以我估计80多句便能。果然又是这套言论。蓝忘机打断道：“兄长，还是进入正题吧。”魏无羡不解：“我们现在说的不是正题吗？”蓝曦臣笑道：“魏公子，实不相瞒，这次找你来是有些事情想问你。”魏无羡道：“泽无君尽管问。”根除水行渊一事，需万分慎重，寻周全之道，旁人的视角也是重中之重，保不齐有什么可加以利用的线索。忘机那边我已经听他说过了，你可否将昨日除祟时你的所见所闻悉数告知？魏无羡欣欣然，大道所用的见识不法，小道传笛有几朵浪花，行云流水般复述了一遍。蓝曦臣问：“不曾有意？”“不曾。”“那其余时段呢？比方说下船以后，我听说你们在采邑镇逗留了半个时辰，期间有没有什么怪事发生？”“没有，采邑镇逗留不是我的主意，是江城要拉着我的，我们什么也没干，只在酒肆坐了一阵。”余光瞥到蓝忘机，又道：“但是一口酒也没喝，50末就回来了，真的，可以找江城问问。我并非不信你，可泽无君不是想了解旁人的情况？江城昨天出的力也不小，他很乐意做这种事。”蓝曦臣一番话下来毫无收获，左右江城和魏无羡走得近，或许是条路子，便道：“如此说来也有道理，回头我会找江公子了解的。”蓝忘机听到这里却坐不住了，此事荒谬，涉及隐私，不好让第4个人知晓，万一江城有所察觉就不妙了，当即道：“不必。”“真的不必吗？可你不是……”蓝忘机已起身，微微颔首示礼。魏无羡就像他的影子，立刻随他站了起来，拍拍双手，一同施礼。“泽无君，其实不用麻烦你的，我可以帮你们去问，保证一字不差。那便劳烦魏公子了。只要江城的吗？其他人需不需要？”“暂时只问江公子就行了，其他人我自有安排。泽无君有什么事情，只管交给我和江城，这几日不用听学，我们有的是时间。蓝湛我也会照顾好的，放心吧。”蓝忘机瞪过去，蓝曦臣笑了笑，见魏无羡一直悄悄往蓝忘机身边靠，而蓝忘机不着声色地避开些许，忽然觉得有趣，道：“我替忘机多谢魏公子的好意了。忘机有事不善言辞，心口不一，还请魏公子不要见怪。”
兄长。魏无羡道：“哪里，我们什么关系？我怎么会和他见怪？”蓝忘机忍无可忍，终于拂袖而去。魏无羡连忙追上，蓝曦臣呵呵一笑。石板小径由青灰的卵石铺成，绵长而笔直，两旁浅草平平，白花点点，好似素雪。不时有蝶飞过，忽高忽低，忽偏翻。而那一白一紫又是阔步而来，远远看去，恰如你追我赶，纠缠不清。魏无羡边喘边道：“蓝湛啊蓝湛，你又去哪？这不是藏书阁的方向吗？你去藏书阁作甚？真的不练剑？”蓝忘机受他一路喋喋不休，此时停了下来，仿佛下定什么决心，淡淡道：“你不觉奇怪吗？”魏无羡拨开一只眼前飞过的蝴蝶，问：“奇怪什么？”蓝忘机道：“从前你我两看相厌，昨日起你忽而改了心，你不觉奇怪吗？”魏无羡道：“两看相厌，什么意思？我一直很喜欢你啊。”他摊开双手，掌心赫然包着一朵雪雪嫩嫩的小野花，开得比草地上其他都要好。魏无羡道：“诺，送你，刚摘的。”蓝忘机不再说话，盯了那小花片刻，转身径直向前走。魏无羡仿佛真的脑子坏了，只要蓝忘机在视线里就盯着他看，盯一会儿便冲着他笑，一心一意，情不自已，什么都要一起做，睡觉也要在净室里睡，总之就是不分开。好在这场闹剧只持续了7天，虽然蓝曦臣一直没查到原因，7天后魏无羡便慢慢恢复了正常，主动从净室搬走，随江城聂怀桑他们打闹去了，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。后来蓝忘机回想，觉得问题可能出在一件不经意的小事上。他还记得那天楚晚水碎，划船回城的途中，魏无羡惯例来扰他，而他惯例冷言怒色，你来我往了一阵，他不小心将魏无羡的随便从剑鞘中拔出了寸许。那纯属意外，蓝忘机只是想抓魏无羡的衣领，将他提溜到一边，别碍自己划船。不曾想魏无羡侧身一躲，蓝忘机的手就抓到了腰间的随便上。随便出鞘后，蓝忘机立刻插了回去，未经主人许可触摸其佩剑倒是失礼，怎知魏无羡自剑出鞘后就打了个激灵，好像突然呆住了，怔怔看着蓝忘机，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。蓝忘机以为刚才的举动惹他不快，低声说了句抱歉。魏无羡还是不说话，江城过来把他拉走了。船划到岸边，上了岸，返回云深不知处后，就是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了。虽然听起来很荒唐，可这是蓝忘机唯一能想到的线索。一柄剑能掩住人的心神，拔出随便就能令其主晕头转向，混乱不堪，却毫无察觉。难道这是一柄妖邪之剑？魏无羡真的是因为这柄剑才失去理智的吗？蓝忘机的猜测来不及得到证实，魏无羡就滚回云梦了。再后来也没有机会，因为魏无羡不愿佩剑了。其实就算把随便摆在眼前，蓝忘机也不敢再碰。这件事就像他心底的秘密，一个孰真孰假、扑朔迷离的秘密。他也曾怀疑过那7天到底是真的还是一场梦，不过他没有找蓝曦臣，也没有找任何人求证，他将这事埋在心中一角，以为永远不会再被挖出来。直到血焰横飞，战火越烧越旺，无数次心如刀绞与争吵不休中，蓝忘机脑中的那根弦还是彻底崩断了。他突然沉默下来，不再与那人诛心，而是埋头冲入帐中，找到了披满灰尘的随便。气急矣，堵住矣，孤注一掷矣。魏无羡愣在原地，不明白他要做什么。蓝忘机双手一握，将随便拔了出来，雪亮的剑芒四处跳跃，他的思绪也跳了出去。好一会儿后，才恍然对自己的举动恢复知觉。蓝忘机有些迟钝的抬头，见魏无羡身形一顿，微微睁大眼睛，一瞬不瞬地望向这方。帐外有风乍起，烛光一动，魏无羡站不稳似的摇晃了一下。蓝忘机连忙冲上去扶住魏无羡，手轻轻扶在他腰上，庇护似的将他拥住，两人的影子交叠在一处。魏无羡很快平静下来，慢吞吞地怔了怔。蓝忘机惊醒似的缩手要后撤一步，魏无羡却又将他拉住，双眸一点一点地抬起，茫然又无比专注地扑在他眼中，整个人虚虚地靠在他身上，抓着他一小节袖摆不松手。
舒帝收起一身的刺，收起了在二人之间翻滚的煞气。蓝忘机的秘密终是有了答案，他近乎颤抖地唤道：“魏婴，跟我回去。”好。魏无羡将随便翻腾来倒腾去，一脸难以置信，竟有这种事。你不记得？不记得。水行渊后7日，你全无印象？好像是和你黏了一段时间，但具体记不清了。射日之争中，你也不记得是如何跟我回到兰家的？完全不记得，那是我人生最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之一，今天终于解惑了。二人沉默下来，双双把视线落在剑上，随便像个候审的罪犯，弱小可怜又无助。从来没有听说过拔出佩剑还能控制主人的。随便，虽说是宝剑，但它就是一把普通的剑，用起来没什么异常，也不是什么邪气一类的。铸剑的时候我亲眼去看过，总不至于在我和江叔叔眼皮子底下动手脚吧。蓝忘机沉吟半晌，可知何人所铸？不知，应该是江家以前的铸剑师。可曾被邪祟侵染？不曾，没有邪祟能在我剑下走过3招。可有旁人拔过？我想想，没有，顶多就是拿着摸一摸剑柄，拔出来的只有你。蓝忘机微微颔首，表情似乎松了些，安然提笔，继续批改小辈们的夜猎笔记。魏无羡眨眨眼睛，半晌反应过来，好啊，蓝湛，闹了半天，原来你是想问这个啊？什么时候也学会拐弯抹角了？蓝忘机不答，笔下一勾，放心，我怎么会让别人乱碰呢？这一定是我的真命天子之剑，拔出来就是我的命定中人，和你们家抹额一个意思。你拔了我的剑，我碰了你的抹额，投我以木桃，报之以琼瑶。蓝忘机无言，笔锋一抹。不过是什么样子的啊？蓝忘机终于抬了抬头。什么？魏无羡抱着剑跑过来，挨着他坐下。我拔剑以后是什么样子，我都干了什么，我记不清了。你跟我说说。说呀，说嘛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我都没有不好意思。敲打追问了一番无果后，魏无羡道：“好吧，不说就不说，不过肯定不是什么坏事，否则你不会拖到现在才告诉我。”蓝忘机虽然表面淡定，不动声色，但魏无羡忽然注意到他的耳朵分明是红的，心下当即有了计较。魏无羡恍然大悟道：“我明白了，我是不是做了一些那样的事情？”蓝忘机眉心抽了抽。哪样？魏无羡低声道：“我是不是跟你说我喜欢你啊？”蓝忘机笔尖一颤，白白净净的夜猎笔记上出现一道淤青似的墨字。魏无羡拍桌大笑：“哈哈哈哈哈哈！真的？”蓝忘机不想踩他：“哎呀，蓝湛，哈哈哈哈！好想看你当时的表情。”蓝忘机翻过一页，动作有些恶狠狠的：“还有呢，还有呢，我还说什么了？心悦你，想要你，不是你就不行。”未曾。这么说，喜欢你是真的说过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告诉我吧，求求你喽！这样对我很不公平的，凭什么只有你记得？你这叫私藏、私言私促，懂不懂？咱们拜过堂了吧？成亲了吧？财产共有吧？是谁曾经信誓旦旦说什么我的就是你的？蓝忘机忍无可忍，伸手一捞，将人摁在桌上，堵住他的嘴。哗啦啦，夜猎笔记横飞。随便表示，我没有这种功能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欢迎在视频下留言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